事情还要拖多久？我不想这样一直被你威胁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哦，我查到乔安娜当年生下孩子的时候有保留了脐带血，也就是说，威胁乔安娜的人很有可能就是盗取医院资料的骇客。会不会是医院那边泄露孩子 DNA 的资讯？透过他们内部管道窃取了资料。比起外来骇客，这个可能性倒是比较大。这个世界真的这么多巧合吗？我们在查的乔安娜，居然跟周志平的女朋友有关系。你好，我是志平的女朋友。这整件事需要一个正式的落幕。我和志平已经和平分手了。你干嘛放手啊？哎喂！我不想再骗你，也不想再骗自己了。什么意思？恩哲不是我的女朋友。我不懂从什么时候，坦诚是毁灭的入口，打开潜在黑暗中的躁动。拥抱是不是就可以弥补一切漏洞？我不懂从什么时候，简单是复杂的承诺。假如世界没有对或错，真相是否会不同？假象是否还会痛？不愿被命运操控。每分每秒，爱被疑惑删掉，我们的永恒还剩多少？别以为谎言会减轻我所受的伤，每字每句都是我的奢望，我就是那么傻，爱上你说的。如果要重来，你可会？用错误的方法，再爱的完美无瑕。每分每秒，爱被疑惑删掉，我们的永恒还剩多少？别以为谎言会减轻我所受的伤，每字每句都是我的奢望，我就是那么傻，爱上你说的繁华。思韵，我喜欢你。哇，这是我听过最侮辱我智商的谎言。我真的没骗你。那上次恩哲说她是你的女朋友，你为什么没有否认？还有，你如果喜欢我的话，那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？因为我不敢，我不敢向你告白。我从小耳朵就失聪，没有助听器，我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。别人可以勇敢地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但我不行，因为我是个残缺的人，我配不上你。还有，不让我自己再痴心妄想。你来我家的那一天，我会让你误会我，讨厌我。当你对我反感，我就更有理由放弃你。所以恩哲不是你的女朋友。她是我的好朋友，是我叫她故意假扮为女朋友，让你对我彻底的失望。果然，我真的对你彻底的失望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。我不想要违背我自己的心，我不想错过你。我真的希望……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你自卑，配不上我，现在又说你喜欢我，不想要错过我。你说话颠三倒四的，真的太自以为是了。况且，
我有说过我喜欢你吗？对不起，原来一直以来都是我一厢情愿。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看你，又自以为是了。我有说过我不喜欢你吗？你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当朋友啊。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在那种氛围下，我还可以拿捏准确，进退得宜，让周志平有那一种看似绝望，却还有一点点希望的感觉。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。我现在不是 IQ 158，而是 IQ 178呀！小老板，请问你的 IQ 是照着你的身高做调整的吗 You shut up！ 我说话你插什么嘴？你们都不知道，小平平跟我告白的时候，却狠狠被我开了一枪。他那尴尬的表情，爽！我都跟你们说了嘛，像我这种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人，她怎么可能不心动？对吧？小老板，人家周志平条件也不差，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。你看你笑得很像花痴一样，不要得意忘形，被帅哥告白呢，就忘了原本接近人家的目的。对呀，你可要查清楚，他跟杜汶泽到底跟乔安娜的勒索案有没有关联，小心中了他的美男计，被他反将一军啊 Hello， 我是谁？我可是 IQ 158，我有这么容易就被人家骗吗？虽然我表面上拒绝了他，不过我没有把话说死，我还保留那一丝丝暧昧的空间，这样我才可以假装没事，继续跟他。继续调查他。哎，刚刚 IQ 178，现在又 IQ 158，IQ 提高，记忆力下降吧。这一招进可攻，退可守，真的是神来一笔！我太厉害了！我这次表现如此出色，还得提醒你们给我掌声吗？厉害！既然进展不错，我就应该好好计划一下，看如何从周志平那里套料。我应该约他吃饭、打扑，还是跳舞？刘总，您找我啊？我一大早就跟你们的护士说要见你，你怎么现在才出现？你不如明天才过来。抱歉，你找我什么事吗？我的笔记本电脑一直连不上你们的 WiFi， 你们的设备怎么那么差啊？这里好歹是 VVIP 病房，不是应该专门给我准备一个私人 WiFi 吗？不然我帮你看一下。我的电脑里面全都是公司的机密文件，你又不是什么电脑专家，万一删了我的文件或者弄坏我的电脑，你赔得起吗？我的确不是什么电脑专家，可是基本的功能我还是会使用的。我1分钟几百万上下，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慢慢研究怎么弄，不要浪费时间，直接去 IT 部门把人找来。好，马上。
回去。工作证。哈。我给你5分钟解决它。哈。哦。喂你，给我买杯咖啡，我要黑咖啡，1/3颗糖。我可不是你的助理。我可是你们医院的 VVIP， 你去还是不去？去。乖。给我好好的修，我上个厕所。是的，刘总。有没有搞错？还没弄好。这快好了，这快好了。OK。刘总，您可以随时上网了。不错嘛，这么短时间就能解决。您不必客气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如果没其他的事的话，我先回去工作了。好，谢谢刘总。站着。是刘总。工作证。谢谢刘总，谢谢刘总。这个需要多少时间？有这么完整的资料，很快就好了。明天一早就把东西送到医院给小峰，速度要快，明白？小峰哥，给你点假发。再给你一点妆。工作要认真，明白？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昨晚失眠没睡好，有点头疼。我帮你拿止痛药。boss， 很少看你失眠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我可以跟你分担啊。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？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，但
我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才是对的。喜欢一个人，就应该要向对方告白才对啊。是这样的吗？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是很重要的，说不定对方也在等你向他告白啊。要促成一段感情，总要有人先踏出第一步吧。我踏出去了，但也踩空了。啊？我把我的心意告诉他，但他没有马上接受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你已经告白了？昨天。你是跟思韵。哦，他拒绝你了？他也不算拒绝我，但他没有把话说清楚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。那他知道你是骇客的事吗？不知道。那你打算隐瞒他多久啊？如果你们以后真的交往，那也瞒不住他。我觉得他是不会接受我的身份的。你又不是他，你怎么知道他真正的想法呢？说不定他不介意呢。你呢？你会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你喜欢的人吗？你还真的问倒我了，等我想到答案再让你知道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啊？就走一步算一步吧。这种事情要急，也急不来。哎呀，你别那么悲观嘛，至少他没有明确的拒绝你，不是吗？现在这个情况，我暂时帮不了什么忙。当然，如果以后你需要找个帮手，或者是找上耳朵，我随时都在，我会支持你的。谢谢你啊，跟你聊了之后，我心情好多了。你不要跟我客气，我们是好朋友嘛。是的，好朋友。我出去工作。一个人喝闷酒多无聊啊！怎么不叫我啊？我现在心情不好，你不要打扰我，我想静静。静静，谁是静静？不好笑。既然我的冷笑话不好笑，那我就变个魔术给你看。啊，借我一个硬币。干嘛？借我一下嘛。来，对他吹一口气。魔术是需要互动才能感受到它的神奇，配合一下嘛。啊，来，舒服。好，来了哦。你还记得硬币在哪只手吗？右手。对，也错，我已经把硬币从右手变到左手。哦，是吗？打开来看看啊。可是如果我把硬币从右手变到左手，那一点都不特别。但是如果我把硬币从左手变回到右手，那一定更特别。仔细看哦。Abracadabra！
厉害吧？你这一招只能拿来哄那些入世未深的小妹妹，对我来说可不管用。是吗？我倒觉得效果挺好的，至少你笑了。你看不出来我是在笑你很逊吗？我知道啊，但我也只是想博你一笑，就算被你取笑，我也没关系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觉得你很幼稚，可是有时候又觉得你很精明。虽然跟你共事了一阵子，却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关心你的人。但是如果你对我有兴趣，我可以把我家世背景以及我人生所有相关资料写成一份报告，明天交给你。谢啦，我对小鲜肉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可以省下你写报告的时间了。干嘛？该不会是我的直言直语伤到你的心了吧？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至少我刚刚又成功的让你多笑了一次。就算我受到伤害，也是值得的。Cheers。我说了，我肚子很饿，为什么还不给我准备早餐？刘总，你待会要抽血做检查，是需要空腹的。那为什么不现在抽？因为您昨天半夜1点钟吃了泡面，空腹的时间还未满8个小时。那你们昨晚就应该阻止我吃面。可是你一直说你很饿啊。我不管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做事的？一点都不关心病人的要求。总裁，没有的东西给我滚出去！哦，哎，我不是说你啊，我是说你。好，我滚。滚！你现在可以滚了。谢谢你啊，总裁。Boss， 我已经进入电脑室了。那个身份被你盗用的技术人员9点会上班，现在是8点，你有1个小时的时间。1个小时，15分钟就够了。你把伺服器过去1个月的使用记录全部复制下来。Yes, boss。喂，乔儿，医院的伺服器出了状况，马上去看一下。收到。Boss， 搞定了。好，马上撤。Yes, boss。有人来了，马上撤。小老板，我到了。科技部的员工快上班了，赶快离开。收到。
刘总，你刚刚去哪里啦？护士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？说今天早上要抽血做检查，让你好好在病房里待着。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由不得你管。只要你还留在我们医院一天，我就必须要对你负责任。谁叫你是我们的 VVIP？ 那你现在帮我办出院手续，我要出院。可是你身体检查还没做完呢。我有急事要处理，不做检查了。你们院方应该没有权利阻止我出院吧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？你是不是害怕抽血打针，所以随便找个借口想要开溜？哦，是又怎么样？我怕痛，看到血会头晕，不行吗？别害怕，我帮你。我以前也很害怕打针，看到针头我就哭了。后来呢，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克服了这个恐惧。来，我跟你说，闭上眼睛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，你不需要哄我打针。不要想这么多，乖。闭上眼睛，我们一起深呼吸，用鼻子吸气4秒钟，用嘴巴吐气4秒钟。准备好，1、2、3，吸，呼。再吸，呼，再吸，呼，再一次吸，呼。OK， 好了。哇，这么多！可是没这么痛，对不对？不痛。Thank you. Welcome. 这一次的任务不止超简单、超顺利的完成，还被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猎物。新的猎物，就是那个医院的公关。拜托你收敛一点，不要去残害人家无辜少女。你这样子游戏人间，迟早会有报应的。哎，我就当做替他的人生多增加一点历练，教会他以后要带眼识人，不要被我这种英俊的外貌所着迷。我反而觉得你要学控制你自己，不要四处乱采花。怎么样 ，boss？ 是不是发现新的线索？在乔安娜的医疗资料被偷窃的那个晚上，同时有另外3个人的资料也被偷窃了，分别是一名家庭医生、一名法医院的院长以及一名律师。医生、院长、律师，虽然他们都是专业人士，可是他们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呢？现在还不清楚。不过这个叫做 Michael Lim 的律师，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。他就是帮子翰执行遗书的律师。按那个王子翰的事情，应该没有任何关联吧？我们之前也没查到他们认识对方。会不会只是巧合？我从来都不相信巧合，所有的巧合都是有意的安排，所以我们必须更深入的查证。还有，也许这些事情的背后有一条隐形的线，只是我们还没有察觉，又或者是忽略了。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们先出去一下，我有点事要跟小凤谈。走吧。有什么事不能当着大家面前说呢？下载伺服器的记录之后，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指示马上离开？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没告诉我？哪有？我怎么可能有事情瞒着你？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就算要瞒你，我也瞒不过你，对不对？有些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该放下
就应该放下，一直纠缠不清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你在说什么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，Boss， 我真的没有事情瞒着你，你真的想太多了。希望如此，但我相信你有自己的判断能力。我希望你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。OK， 上个厕所。去完吧。好。妈咪，小心别转太快。嗯。你儿子啊，很可爱。嗨，好久不见。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只是想找你叙叙旧，没什么特别的事。别说谎了，没人比我更了解你。我知道你心里对我还有恨，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最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，迫不及待的想跟你分享一下。我发现你儿子对花生敏感，是又怎么样？过敏症是有遗传性的可能。你应该还记得，我也对花生敏感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分开7年，你儿子今年6岁，这样算起来。刘晓峰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他是我儿子。不是，他是我跟我老公的儿子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说往时的眼神，我还记得很清楚。就跟现在一模一样。你无凭无据，不要在这里乱说话，不然我告你诽谤。果然是富家太太，有几个臭钱，动不动就告人诽谤。法律果然是有钱人的游戏。我不想再跟你胡扯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。你知道谢柔吧？我也知道有人利用这件事来威胁你。实话跟你说，我也是 Zero 的成员之一。如果你还想继续否认，那我就只好做 DNA 比对。又翔是你儿子，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吧？然后呢？你想怎样？都过了那么久，难道你还不肯放过我吗？7年对你来说是很久，可是对我来说，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，我没办法接受。一个我深爱的人，居然这样对我。我为你付出一切，没想到我一坐牢，你就投入别人的怀里。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刘晓峰，你到底怎样才肯放过我？那天进入资料中心的科技人员，早上8点多都还没来上班，应该是有人盗用他的工作证，他才可以这么顺利的进入医院的重要部门。那么这个人会不会跟盗取乔安娜资料的是同一个人？这2次的作案手法都不太一样，我也不敢肯定，但我怀疑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班人也在调查这件事。另外一班人？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调查乔安娜？
我不知道对方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，更不知道他们是敌是友。现在唯一的线索都在杜恩哲身上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在他那里找到答案。不止杜恩哲，还有周志平，他也没有洗脱嫌疑呢。你怎么这样就放过他了？够了，你不用一直提醒我，我知道。回去工作。喂，思韵，找什么事啊？我之前办了一个网络直播活动，有 sponsor 给了我3张豪华自助餐券，有没有兴趣一起去？当然有兴趣啊。那好，你帮我约恩哲，然后我们3个人一起去。恩哲？为什么你要约他出来啊？因为我们有3张餐券啊。但你贸贸然请他吃饭，不是很奇怪吗？不会，怎么会？既然他是你朋友，也就是我的朋友。除非你们不是单纯的朋友。我们当然只是朋友。只不过……那好吧，我试试看约他出来。那好，我们再安排个时间。就这么说定了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不好意思啊，要你帮我圆一次谎。小事一桩，演戏可是我的强项，就当做去吃免费餐，顺便练练我的演技。谢谢。猎物出现了。嗨，这个空位有人坐吗？一个人？对啊，在这个周末的夜晚，还一个人来酒吧喝酒，很可怜吧？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怎么可能一个人？像你这么有魅力的男人，也不可能是一个人。给这位漂亮的小姐一杯 gin tonic。我不要。那你想喝什么？我请客。我想喝 Sex on the beach。换去 Sex on the beach， 谢谢。我想告诉你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刚刚我走进来的时候，第一眼就被你吸引了。真的吗？我相信你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，也被我吸引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喜欢有胡子的男人。我也喜欢你口红的颜色。有机会的话，也让你试试。好啊，这里很吵，我家很安静，不如
到我家去吧。木兰，下次吧。下次。今晚不方便。拜。喂。哇，好厉害呀！只要电脑跟手机都使用同一个 WiFi 网络的话，就可以通过手机骇入电脑。这个动作不难，比较难的是要趁手机的主人不注意的时候，把握时间把手机病毒植入进去。这是一名骇客该有的基本功，你别说你不会，我当然会啊。你会，那为什么还要表现出一副很佩服的样子呢？那是因为我佩服恩者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要不是你牺牲色相，展现出你那无穷的魅力，boss 哪有那么容易把病毒植入进麦克的手机里，对吧？如果你可以把说这些话的精力全部用在工作上，我相信你的功力绝对可以再上一层楼。拜托你专心做事，少拍马屁，好吗？有了，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子翰的遗书根本没有交代身后事，更没有要求律师将他的遗体火化。啊？怎么可能？有人处心积虑，完美的设计了一场子翰出车祸而意外身亡的假象，但其实这整件事根本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案。从什么时候，坦诚是毁灭的入口，打开潜在黑暗中的躁动，拥抱是不是就可以弥补一切漏洞？我不懂从什么时候，简单是复杂的承诺。假如世界没有对或错，挣扎是否会不同？假想是否还会痛？不愿被命运操控。每分每秒，爱被给或删掉，我们的永恒还剩多少？别以为谎言会减轻我所受的伤。